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櫻桃洋子。在昆達里尼開啟後，我不只有一些有趣的身體變化，我身上的慢性病也幾乎自癒。上一集和大家分享了昆達里尼開啟後我的一些冥想領悟，包括怎麼用手印和根鎖去引導開啟後的能量，這也印證了Neville Tara 說的，如果你喚醒了昆達里尼，並將其升到頂輪，與生命之樹對應的7個脈輪將會全部激活，你也不再需要老師，你將同時成為老師，也是學生。所以實際上啊，在我昆達里尼開啟之後，到現在快1年了，我真的慢慢的有那種自己是老師也是學生的感覺。我的體悟都不是去上課學來的，就只是內觀自己的身體。因為昆達里尼開啟像是一個沒有劇本的重組，你的身體啊、情緒啊、感知啊都有可能碰到大清洗。舉個例子啊，我以前有嚴重的膀胱過動症，每個晚上都會醒來好幾次去洗手間啊，有這個經驗的人應該知道有多痛苦。那只要晚上失眠啊，稍微失眠就完了。雖然後來學習冥想啊，大幅度的改善了失眠，但是在昆達里尼開啟之後的某一天，我忽然發現我的蘋果睡眠監測顯示整晚0次中斷。我的睡眠監測本來應該是曲線的，正常人也應該是這樣子。那我的會誇張一點，因為我起來上廁所很多次嘛。但是呢，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突然之間它就變成了一直線。而且從此之後啊，幾乎每晚都是沒有起伏的平行線啊。即使有時候半夜家裡的狗叫啦，外面突然有人吵啊，消防車在附近救火啊，家人問我都完全沒有聽到。從醫學角度來說啊，一般人在切換睡眠週期時，自律神經一定會有微幅波動，像是無意識的翻身啊，或是肌肉抽動啊。但是蘋果手錶讀不到腦波，它判斷你是不是在前面，靠的是手腕的物理位移啊，還有心率的突發波動。我的情況等於是我的大腦雖然在切換頻道，但是我的這個運動神經達到了幾乎癱瘓的狀態，就是沒有微動，而且心跳平穩。直接騙過了睡眠監控。這個和我長期打坐冥想有關嗎？其實哪怕是長期冥想的人啊，睡眠也不會出現這種極端的生理阻斷。在神經醫學上啊，這叫做大腦腦幹的網狀治活系統過濾門檻被調到了極限，所以外界巨大的噪音啊，甚至是你微弱的尿液啊，全部被攔截，上傳不到大腦皮層。這可能是因為昆達里尼的開啟會強制改寫你原本的系統，衝開脈輪。像海底輪啊，它是掌管生存本能，對應着腎上腺還有交感神經，所以當能量衝過這裡時，系統底層的生存警戒就會被徹底解除，讓我的身體在睡眠時放下所有防備。而我的膀胱過動症的痊癒呢，對應的應該是第2脈輪的生殖輪，因為生殖輪在解剖學上是直接連着下腹神經叢還有泌尿系統，而膀胱過動啊，本質上就是那裡的神經在給大腦發出異常的訊號。所以當昆達里尼的能量清理到生殖輪時，等於你的神經叢被重新校準，那當然就有可能這個症狀就不藥而癒了。3個重要的能量關卡，昆達里尼的開啟就像打通關一樣，因為在整條中脈的上升之路上有3個主要的能量節。第一個是位於海底輪的梵天節 Brahma Gwandi， 第2個是位於心輪這個毗濕奴節Vishnu Gwandi， 好難念。第3個則是位於眉心輪的樓陀羅節啊。那這3個節都是很難突破的關卡，如果突破不了怎麼辦？你的昆達里尼可能會退回去脊柱底部睡覺。但是絕大部分的人的經驗應該都是努力往上衝啊，不會輕易放棄。所以你會經歷很多不尋常的身心狀態的改變，情緒反芻消失了。我的話，第一個顯著的改變是我對憤怒的反應。碰到不高興的事，我還是會生氣。但奇怪的是啊，這個不開心不再像以前一樣會不停的去想，然後越想越氣這樣。或是你會去想說我要怎麼處理，我要怎麼對付這個人。現在是生完氣後之後就忘了這件事，哪怕這件事還在進行當中，我也是要到要處理的時候才會忽然又想起。有人說這是和棘輪開啟有關，因為憤怒往往是伴隨着自我的受挫，所以引發大腦的防禦機制嘛，導致你不斷的情緒反芻啊。而棘輪呢，在傳統瑜伽中與火元素和能量的轉化也有關，所以後來的脈輪心理學就把它解釋為個人的力量啊、意志力啊、自我主張的中心。那麼當這個中心點
比較平衡的時候，你的自我防衛傾向就可能會減弱。現在回頭看，這可能也是心輪在鬆動之前發生的訊號，因為接下來發生的事才是真的讓我感到難以置信。奉獻的力量，我終於懂了。有一天我在冥想時，腦子裡浮現了一個念頭。我一直很怕看虐待動物的影片，我自己都收養了4條流浪狗，所以我每次刷到這種影片我就跳過，因為太痛苦了，看不下去。但冥想那一刻，我突然想，如果我真的在乎他們，我不能膽小，我要為他們勇敢，我下半輩子都要幫助他們。就這樣，這個念頭才出現，我的整個後背瞬間的燃起大火，我的胸口也變得滾燙，好像整個人坐在火海裡。剎那間，我感動地流下眼淚。為什麼會這樣？我想，就是當你產生真正無私的利他心，它和昆達里尼能量是同一個頻率。那不只是你在想一件事，而是你的整個能量系統在對齊一個方向。那昆達里尼正在強烈的衝擊這個毗濕奴結，因為毗濕奴結鎖定的是小我的控制。還有這個安全感，所以當為了利他而放下恐懼的這個奉獻之心 Bhakti 升起時，小我的防禦機制就會在剎那間瓦解，等於中脈的第2道關卡被衝開了，能量剎那間就順着脊椎向上狂湧，所以我才會突然間感覺到整個上半身燒了起來。我也是當時瞬間領悟到什麼是奉獻的力量，真的很感動，因為我以前一直覺得這個是在騙人奉獻啊、犧牲啊、捐款可能什麼的，現在才了解到，原來奉獻會生出最純粹的念頭，這正是激活能量的方法之一。喉嚨裡的奇怪動靜，目前我還在努力的上升階段，每一個階段感受不一，但是我後來冥想時啊，就連喉嚨都有很奇妙的感受，不是喉嚨痛啊，而是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在你的喉嚨和口腔裡攪拌。我覺得那應該是氣啊，但是是密度很高很高的氣。因為口腔內的動靜很大，所以我的舌頭會不自主地往上頂住上顎，感覺會比較有控制力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這個是舌鎖、舌印啊，算是一個進階的徵兆吧。書上說的是呢，舌頭裡有自己的經脈，當能量往上衝的時候，舌頭會本能的想和中脈對齊，所以會自發性的移動。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比較像是因為口腔內的動靜大啊，所以我覺得我捲起來好像比較能夠穩定下來，因為它口腔內的那個密度啊，真的讓你感覺像是含這個鉛塊，所以你捲舌頂住下顎，能夠幫助身體穩定。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話，就會知道這個冥想時身體定下来的感覺是很重要的。然後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，當我有意識的用舌尖微捲頂上顎時，我在冥想的時的呼吸也變得更完整，就是從手印、人中、鼻腔一直到頭頂，全部連成一條線的感覺。我要再說一次啊，我感覺氣收得越窄，能量越強，越能往上衝，就這麼簡單，沒有什麼高深的學理，大家也可以實驗看看。雖然很多人說，喉輪和表達能力也有關，但我自己的體驗反而是在那一段時間，我突然不想說話，不是心情不好，就是失去了表達的慾望。像我本來幾乎每1-2天會發 threads， 但是那大半個月我什麼都不想寫，完全沒有想說話、想表達的慾望。瑜伽把這個狀態叫做神聖的沉默。這是眉心輪被衝開了嗎？經歷了身體的一些變化後，我感覺自己可以很快進入深層的冥想，然後在深層的冥想中又出現了新的挑戰。很多人在冥想時，都是和我一樣把注意力放在眉心，對吧？但剛剛說過我會把氣收攝，所以我總是同時把注意力凝聚到非常細，然後像是從眉心往前投射出去。當這個焦點穩住幾秒鐘後，我的眼皮就會出現一種被什麼東西硬撐開來的感覺。我沒有眼球上翻就是像我有一股外力要把我的眼皮硬撥開，就讓你很難閉好你的眼睛，而且有時候會出現非常耀眼的金光，就是像是把你眼睛撥開，然後再拿個探射燈往你的眼睛照射。如果用現代神經科學來看的話，可以用光幻視來理解。這個光的感知可能來自視網膜啦，或者大腦視覺皮層的活動但如果用瑜伽的角度來看，這是能量上升後在試圖闖關眉心輪。
但是闖關和衝過去又是兩回事，我目前還在掙扎中，因為這個閉不上眼的感覺啊，非常干擾我，讓我覺得很難穩定，然後強光就沒了。我覺得如果我能定住久一點的話，可能就會衝過那個讓我喊救命的夜晚。從我開始學習冥想到昆達里尼開啟這幾年啊，雖然有過很多奇妙的經歷啊，但這個經歷讓我第一次心生恐懼，第一次在心裡喊救命。那天晚上我回家後，挺累的，所以我想早點睡覺。沒想到我突然間，真的是突然之間，感覺到心跳得很快很快很快。同時，我感覺到體內在震動，從腳頂到頭頂，是內在的震動啊，外在沒有。好像你的身體內有火車開過，還有那種轟隆轟隆的這種感覺，身體內震動得很厲害，但是外表沒有任何反應。我有照鏡子去看。後腦勺內部呢，同時有什麼東西在旋轉，而且全身又出現了那種很強烈的火燒感。因為之前我提過了，後來這個着火就會轉化成一種持續性的溫熱，所以那一次呢，又出現那種大火在燒的感覺。然後後來我就翻書嘛，就在古典文獻裡呢有記載，這是屬於這個自發性的 Kriya， 或者是氣動現象。這是能量在中脈與維繫氣脈中在加速運行，在試圖清除你身體的阻塞，所以你身體會產生不自主的能量與物理反應。所以只要能量再一次試圖衝擊或淨化這個氣脈， Kriya 就可能再次出現。後來因為心跳得太快了，然後我雖然沒有喘氣或者呼吸困難，但是我開始很害怕，因為那個震動的感覺呢，好像是要把我震出去，好像我要不在這裡了，要去到哪裡了。我想說用冥想的方式來恢復鎮定，所以我就趕快坐下來。但是其實那個時候我是剛吃飽的，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冥想狀態。結果我閉上眼睛，很誇張，眼前立刻出現白霧，很濃的那種白霧。然後同時我還聞到了好像晨間的那種稀薄的空氣的味道，我的嘴唇也完全不受控制的劇烈的顫抖，因為那種好像不知道要去哪裡的感覺太強烈了，所以我害怕的睜開眼，深呼吸，重新閉眼冥想，結果一樣，一閉眼那個白霧又出現了。我太害怕了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所以我就在心裡大喊救命。因為我沒有拜什麼神嘛，所以我只是在心裡喊了幾個我知道的瑜伽士的名字。後來也包括薩古魯。後來我是因為太累了，我本來就很困嘛，然後就更累了，我就實在沒辦法，我就睡着了。結果還意外的進入了睡眠瑜伽的境界，下次和大家分享。那這個可怕的體驗到現在已經是半年前了，現在回想起來呢，其實當昆達里尼能量進入中脈，開始淨化氣脈時，你的身體不可能沒有感覺。原來我已經不只是在眉心輪掙扎，而是能量可能已經在試圖穿透這個眉心輪與頂輪之間的這個濕婆結，所以引發了強烈的內在震動。我那時會感到恐懼，是因為一旦這個能量進駐頂輪小我的認同就會消融嘛，所以我才會有那種我好像要離開了的感覺。我感覺那次的衝擊也沒有完成，因為我的心理狀態沒有到永久轉化的地步。但我也不知道能做什麼，像上次那樣的狀態什麼時候還會再出現，所以我還是每天持續做我的練習，然後等待。頭頂破了一個洞。眉心上去後呢，就是犯穴，也是這個第10門呢。密宗的說法是，這是靈魂進出身體的門。所以你看能自主決定死亡的瑜伽師，很多都是從這個位置離開的。很多的冥想者呢，應該都有這樣的經驗，就是冥想時氣往上到頭頂，形成一股壓力，好像有什麼東西壓着你的頭頂一樣。但其實這股氣呢，也能衝破犯穴。如今我已經有無數次的引導氣往上，然後頭頂突然間好像破了個洞，瞬間就有一股清涼感湧入，而且同時你頭的這個下半部還有胸背仍然是火燒感，好像冰火兩重，不會不舒服，只是就很奇妙。但是這種清涼感並不穩定，有時候冥想完沒多久就結束了，好像那個犯穴會自己閉合一樣。有時候這個開口
會維持幾天，你的感覺就是頭頂好像破了一個小洞，所以不停的有涼風灌進來。理論上來說啊，當修行深化到一定程度，梵穴會打開，讓更高頻率的意識可以進入。但實話說，我沒有什麼感覺，也沒有大家以為會有的預知能力啊，我連感覺到自己變聰明一點都沒有，可能是因為我沒有辦法保持這個狀態吧，因為它不是又關了嗎？所以說，這條覺醒之路啊，真的很長很長很長，而且靈修總是進3步退2步，但我相信啊，只要堅持下去，它的回報也是巨大的。昆達里尼的能量從哪裡來？坦白說，如果只是冥想，要走到昆達里尼開啟是很困難的，所以我們才會聽到雙修、運用性能量這些說法。事實上呢，這股衝破每一個脈輪、點燃整條脊柱的力量，它的源頭就是性能量。幾乎所有的昆達里尼文獻都提到過，昆達里尼的本質是性能量的轉化，這不是比喻，這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當我真正開始理解這句話，並且有意識地運用這股能量時，我可以感受到整個覺醒的過程加速了。下一集我們就來談談真正的深水區性能量。我是櫻桃洋子，我們下回見。